还有家长说，那我这个孩子其实在家他一直在活动啊，玩1个小时都没有，也不行，还是病。那么其实我们在家里面这种玩，大多他都玩一会儿他就休息了，因为他一累的就休息了。我们要求的就是连续的体能训练这种的活动。那么如果孩子能够达到连续的40分钟到6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他一般所有的活动都是能够完成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循序渐进非常重要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因为现在的运动班也非常多，那么运动班的强度都非常大，过于超负荷的运动，可能孩子也不是特别行。当你发现孩子每一次那个运动以后都生病，比如说他一去滑冰2个小时就生病，那么这个滑冰的强度可能就超过他的负荷了，我们要做调整。那刚才讲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怎么让孩子科学的运动能够增强体质，减少生病。第二个呢，就是要建议大家怎么样给孩子合理饮食，能够减少生病。现在咱们的饮食其实条件都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一些不恰当的饮食，可能反而让孩子生病。一个就是说，现在咱们条件都这个特别充裕，完了物流也好，所以天南海北各种珍稀的这个吃的东西都非常容易达到有一些这个咱们就觉得让孩子就是说所有的山珍海味都要尝一尝，但是实际上这些非当地非当季的这些奇珍异果那么其实对于孩子可能是并不适合的，甚至反而容易造成孩子过敏生病所以呢，这个是在饮食上面的一个误区。还有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非常快，所以这个都这个给孩子能做饭的机会就比较少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咱们吃餐厅吃外卖，这个都非常的多那么一般咱们外面的这个食物大多都是高脂、高胆固醇高脂、高蛋白质、高糖的食物，对于孩子确实不是很适合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后一条我要强调，就是咱们孩子普遍晚餐过多过晚有的孩子就是比如说3、4岁的上幼儿园的，在幼儿园4点半大概吃饭，吃完饭回来早就做好了鸡腿红烧肉这样子再吃一顿，因为老觉得孩子在幼儿园好像很亏没吃够。那么这种的孩子晚餐吃的过多过晚，是有可能造成他消化吸收不好，对孩子是这个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生病。刚才我们这个讲了就不当的饮食，那么如果采取一个合理的饮食就能够改善孩子的体质，让孩子减少生病。也就是说，咱们尽量居家饮食再一个就是这个常态饮食，粗茶淡饭可能反而对孩子这个身体状况是最佳的那么再一个就是一定晚餐不能多。刚才说的2条，一个是运动，一个是饮食。那么再说一说第3个秘籍，就是要有一个合适的衣着。这句话可能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就是有一种冷叫姥姥觉得你冷因为老人家为什么他老要给孩子穿多衣服，是因为他自己就觉得比较冷，因为他们相对来讲代谢率相对低一点，他自己对冷的感知更敏感。但是我们小朋友其实他这个高代谢的这个机体，他的呼吸心率都比我们成人要高一些，而且他一直活动，所以他都是怕热不怕冷的。那么这些孩子一定不要给孩子穿得过多，这个是让孩子健康的一个基本保证。但是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家里面一定不要让孩子在这种冷和穿多穿少之间就是这种过度的变化，家长也不要为这个问题过度的撕扯因为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家庭，妈妈呢就是只要妈妈一下班回去，孩子必须短袖但是呢等妈妈一出去，姥姥就说你得把毛衣穿上这个我们这孩子也太可怜了吧，这孩子一直生病就是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让他不生病，这太挑战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观念上面有分歧有差异，咱们不是都得谈吗？
咱们都往中间靠一靠。比如这种情况，咱们让孩子穿一长袖衬衫，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不要都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那一点。这个是关于穿衣服的这个选择上面。那么还要给大家提的就是关于旅行的这个。现在呢，咱们这个旅行的机会非常的多啊，因为就是生活条件也改善了，然后有一些妈妈全职妈妈啊，也有时间安排带孩子出去玩啊。当然也有朋友圈的一些分享啊，看着他去这儿了，他去这儿了，我是不是也得带孩子出去玩啊？不然他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然后也没有见过世面了。啊，那么这种的这个情况啊是特别的多，但是确实对于就是小孩子啊这种长途的旅行、变换环境，再一个在异地的这个就是这种时差的变化、饮食的变化，确实让我们孩子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所以对于尤其是小宝宝，比如说3岁以下的、1、2岁的或者几个月的小宝宝啊，那我们旅行见世面。必须让步给孩子的生长发育。比如我这个小朋友一直体重不够，到1岁了才8公斤，对吧？他是一个低体重的小孩啊。再一个就是说他动不动就吐和拉啊，还有就是他本身体质就偏热，爱生病。那这些小孩先不要见世面，先让他健康成长啊，身高体重达标，咱们再考虑下一步。这个就一定要家长特别注意的。那么对于大孩子呢，咱们也要注意，一定要因人而异，不能说哎，这个他同学去埃及了，我也要带孩子去埃及。这个就是每个孩子他适应能力不一样，而且他前期的体能的训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选择适宜孩子的旅行地点和旅行时间啊。那么如果现在家有2个娃的特别多，如果2娃同时出行，咱们只能救活小娃。为啥？虽然我们小娃是打酱油的，但是这个酱油如果要是生病了，这个整个旅行我估计也就泡汤了啊，大家谁都玩不开心了。所以呢，小孩子适应能力低，就得稍微救活他一点。这也是关于旅行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饮水的问题其实老生常谈，家长也说，那个医生也老说饮水，喝水啊。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放到这里？就是说，它确实在孩子的整个的这个生病的控制上面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就比孩子不爱喝水的呀，或者什么，咱们还是得想办法让孩子喝水，确实有用。啊，那么还有就是最后要提到的就是关于孩子的心理，因为今天也有很多心理的老师给大家讲关于孩子心理方面的一些管理啊。那么我在这边侧重的就是他跟生病的一些相关联。我在门诊当中就是碰到过一个小朋友，他肺炎来输液，他拎着一个拉杆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妈妈说他必须得做作业歇一会儿。肺炎输液了，他还得做作业，这个我表示不同意啊！这个就是咱们生病了，孩子就是需要休息，休息才好得快啊！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那这个你休息不够，治疗的不顺利，就可能引起其他很多的问题，咱们就不要去做这种冒险的尝试。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孩子真的那种班特别的多啊，那个也是前2天我在门诊碰到一个6岁多的小女生，那小女生特别懂事儿。他就说那个，哎呀，报了好多班，特别好，我学的特别多。他自己还给我描述病情，啊，头是道的。我说，哎，这小孩挺棒的呀，很早会，完了呢又很成熟的样子。完了，我说那你是不是运动方面做的不多呀？他说不，我也特别多体能的课。他说我爸爸说，我说那你是不是很累呀？他说我不累。他说我爸爸说了，运动可以让我体质健康。哎，我觉得这种小孩还是挺少见的，就是别人家的那个孩子了啊，这个我还觉得挺感慨的。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就看完病离开了以后，妈妈又返回来跟我说陈大夫，就是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说我这个孩子呀都挺好的，他就老说他做噩梦，每天做噩梦。我当时真的就是我真的有眼泪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孩子看着都非常好，他也很理性，但是他可能在努力适应爸爸妈妈的对他的要求。
但是他自己其实他把他的焦虑、紧张或者不良的情绪都压在了那个梦的层面。我真的觉得这是特别危险的事情啊，就是咱们要特别的注意关注孩子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孩子就是各种的技能的学习和比赛都特别的多，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坏事情，让孩子有一些挑战，利于他的健康成长。但是如果过量，对孩子的压力就比较大。我在门诊上经常碰见，这孩子只要一比赛，马上就鼻炎，马上就咳嗽，家长就是说也不知道是比还是不比。所以呢，就是如果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跟孩子谈一谈，是不是他觉得压力太大了，那么适当的也要给他缓解一些压力所以呢，我特别想呼吁每一位家长，就是能不能让我们孩子有一些无忧无虑的时间，就是没什么功利目的，不用上这个班考什么试，疯跑的时间给他一点让他能有一个缓一口气儿的时间，这样子呢更利于他开心的这个成长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汇总。怎样养育一个少生病的孩子？第一，要让孩子运动起来；第二呢，要让孩子有合适的饮食；第三呢，穿衣得当；第四多饮水；第五，心情愉快；第六，恰当的旅游方式那么也希望我的演讲呢，能够给在座的家长以及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帮助，让我们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大家。